Hello，大家好，是妮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这支视频呢，是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秋季穿搭。其实这一次和大家分享秋季的穿搭，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起码在我这里感受下来，我是觉得就是秋天好像越来越短了，就是你刚刚才经历了秋老虎，就那种特别热的，然后到了夏天，瞬间就感觉可能只有一天或者2天的过渡吧，就突然间你就需要去穿一些冬天的衣服了。我又考虑到，因为有些地区的朋友，他们其实是可以感受秋天的，或者说他们没有那么快的进入一个比较冷的时候，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折中一下。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些穿搭呢，是属于，比如说你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比较冷的地方，然后它又比较快速的进入冬天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今天分享的穿搭外面也可以加外套。那么如果你很幸运的你生活在一个有秋天的地方，然后秋天又比较长的话，这些穿搭也都是可以穿的。因为我今天的这个视频是想和大家分享穿搭嘛，所以我会更多的和大家分享我在搭配它们的时候的一些思路和我的想法，所以我会更少的去跟大家着重在单品的分享上面。那我们开始今天视频吧。然后第一套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身上的这一套。其实这一套呢，它整体的一个搭配都是属于比较基础简单的，就是一个卫衣搭配牛仔裤嘛。主要的亮点是来自于单品本身，然后我在中间呢就搭配了一个皮带来明确我的腰线，因为我觉得上衣和牛仔裤颜色都是同色系嘛，那么明显能够看到我的腰线，再加上这个卫衣它是属于下面比较这种蓬蓬的，然后比较 oversize 的感觉，所以我在加一个皮带的时候，人会看上去更加精神一点。然后这一套呢，其实我更多的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颜色的搭配和利用配饰来让整身变得更加的有意思一点。就比如说我在搭配的时候，其实我还搭配了一个这种围巾，就是这种灰色的围巾，它围上之后呢，会更加有温暖的感觉，而且也会比较保暖。我是发现，因为我的这件上衣，我之前也和大家讲过，它是一个雾霾蓝色。像雾霾蓝呢，它其实就是属于说蓝色里面加一点灰度。那么我的这条牛仔裤，它其实也是属于那种蓝色有点泛白的，其实它也有一点点的灰度在里面。所以当它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很自成一体。那么我在搭配围巾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有想要选择一条同色系的围巾，来达到一种同色系的那种一整套的感觉嘛。但是因为我没有蓝色的围巾，因为我有这个灰色的围巾，我围上去之后呢，就发现它真的非常的合适。后来我自己想了想，就是因为它是这个衣服的这些颜色里面都带有灰度，所以当你搭配灰色的单品的时候呢，它就是正好的可以 match 到一起。然后在上一个星期，我也看到萌萌她有拍过这样的一个颜色的一个视频，他就有讲到这一点，然后就是其实有一点点带有点醒我的感觉吧，因为我当时搭配起来的时候，我就是在想它怎么就能够套起来那么合适，然后他当时讲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源自于这一点吧，所以你在利用到其他的颜色上面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利用这个搭配的思路的，能够让你更快的直接从你的衣橱里面拿到适合去搭配你现在身上穿的这套衣服的一个单品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会搭配这套的办法，就是在天气更冷的时候，我也觉得它是可以直接在外面加外套的，所以我就发现我正好有一件同色系的外套，就是之前我和大家分享过的那件 Free People。我今天分享的这一套，它其实是属于说像初秋，然后深秋、初冬都是可以穿的，或者说深冬你再套一个羽绒服，什么都是可以这样搭配的，都很好看。反正是一个利用率挺高的一套吧。然后第二套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套比较灰色系的穿搭，因为它就是一个灰色的卫衣，然后搭配一条裙子。其实这样的一套穿搭呢，我是觉得它是属于我比如说想出门逛街，或者说和朋友约着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会穿的一套。然后这一套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要的一点是一个卫衣的一个搭配的另一个角度。然后像今天的这一套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套搭配，就是我直接系了一个腰带，就会让整件卫衣显得会比较像那种时尚感一点，而不是一个休闲感觉的单品。然后在下面我就直接搭配了一个黑色的伞状的裙子，因为我是希望整套从我的腰带到下面它都是一个伞状的感觉，然后能够给人一种是我从这个腰的部分到下面都是腿。然后在靴子的部分呢，我也是搭配的是那种比较紧身的一个靴子。之前我发照片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问过我，然后它其实是我在2年多前买的一双 Zara， 但是现在肯定都没有了。不过如果我在网上找到有类似的话，我都会放到下方的信息栏里面。然后在这一套里面，除了腰带，我还有一个非常想和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我在里面叠搭了像这种毛衣，其实它是一个这种线衣或者毛衣类的一个内搭，只是它的这个领的部分，它是属于说是一个
我觉得像中低领吧，因为我觉得一般像中领可能到这里，高领可能就是把脖子完全挡住，然后中领，然后但是低领的话呢，应该是属于像这个卫衣的一个领，所以它会比卫衣的稍微高那么一点点，露出一个这个弧线的话，它其实是会比我单穿卫衣的时候看上去更加显瘦的，因为它有一个感觉，就是因为特别是像这种黑色的一个内搭嘛，它有一个这样收进去的一个效果，就会让你看上去更瘦，而且也会有层次感一点，没有看上去那么无聊。然后这一套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利用在那种比较大的毛衣上面的，因为这件卫衣完全可以和那种毛衣直接调换过来，然后也能够有同样的感觉嘛。然后第3套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套我觉得相对而言比较简约帅气的一套，同时它也是属于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可以在外面套外套的，就更多层的去叠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一套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大家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到我现在身上最有亮点的地方，肯定就是我脖子的这个地方有这种印花的一个露出来的部分嘛，就能够有一个点亮的效果。其实像这个搭配方法，我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之前看过的 Isabel Marant 他们在当时他们的19年秋冬的一个秀里面，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搭配方法，就是说他在外面加这种毛衣的同时，里面不是会搭一个高领的内搭吗？那么在这种纯色的高领内搭的里面，他还会再搭一个这种有印花的一个高领内搭，就是一个非常点睛之笔的一个搭配方法吧。其实像这种搭配方式，我觉得应该是在早年我妈她也是会这样穿的，因为我记得我妈她当时就是冬天很冷的时候穿个高领衫，她也会在里面系一个丝巾，那么丝巾它也其实是有印花的一个感觉的嘛，稍微露出一点点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很点亮你一身，然后有一点点小心思的感觉，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思路，只是说如果你在里面搭配的是我这种高领的内搭的话，你在袖口的部分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那么这一套里面呢，我觉得实现这个搭配方法的一个最关键的部分肯定就是外面这件毛衣嘛，因为它这个拉链的部分，如果说它是一个本身就非常高领的毛衣，大家可以看到就有点好奇怪，就看着好像只有一个脑袋在上面。那么它因为有这个拉链的部分，就会有一个 V 领的部分，可以显得我们的整个脖子比较长，然后脸看上去没有那么大，因为本来高领对我这种脸大的人就不太友好，所以这样会稍微优化一点了。然后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一套就是我所有穿搭里面最有女生感觉的一套，但是这一套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搭配的方法。然后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像这种 V 领的毛衣，其实在里面搭配这种高领的一个撞色的高领内搭是非常好看的，因为现在在里面搭配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棉质高领内搭。在天气更冷的时候呢，我就会在里面加我之前就去年买过的一个羊绒的那种高领的内搭，更加温暖，但其实效果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一套里面，其实我还有一个非常想和大家分享的一点，就是我在搭配这个毛衣的时候，因为这件毛衣它比较宽松又比较大又比较长，那么我套在这个连衣裙上面的时候，其实是会显得人很垮的，就是会显得你没有腰身没有精神的感觉。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衣服卷进去嘛，但是我因为是里面是连衣裙，你就不可能把它扎在某一个地方，所以就很不方便。所以我在这里就用到的就是我之前很早之前买的这种胸针或者那种扣子都是完全 OK 的，或者说那种大的别针，你只要把这个毛衣别在你的裙子上就好了。然后今天的最后一套想和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一套非常牛仔的衣服嘛，就是一个牛仔的连体裤。然后我在上一支近期爱穿的那个单品的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过这一件牛仔工装服嘛，然后后来我再重新去搭配它的时候，我是发现它有更多的一些搭配的方法的，所以就想说在今天就拿这一套来和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在之前是直接单穿嘛，因为我觉得像工装服直接单穿的话，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一整套的感觉，但是会不会他就觉得说你这件单品买回来你搭配起来就会显得单调，因为它的风格感太强，那么你直接一整套穿起来，虽然它很简单，然后你也不用动脑子，但是会让你的整件衣服的利用率会比较低，因为如果你一直不停的穿一套衣服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无聊嘛，你肯定会想要换其他的衣服来穿。像这样的一套呢，就是我自己发现的另外的一个搭配的方法，然后我在之前搭配的时候发现它们两个的颜色正好可以
搭配成一套，而且像这种非常非常高腰的一个牛仔外套，非常适合搭配这种连体裤的，或者说甚至是比如说像那种连体裙，反正就一切连体的那种衣服，然后只要你能够显示出腰线，那么这种超高腰的外套搭配那种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而且会显得你的腿很长。而且这一套呢，它除了就是这种一整套的感觉以外，我觉得还有一点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其实当时是有考虑过把这个腰带换成一根皮带的，因为我是觉得牛仔外套像这种深蓝色搭配白色会比较清爽嘛，但是我又没有白色的皮带，所以当时就纠结了一下，之后发现就是我刚刚上一套和大家分享的那个胸针，就是它是那种圆形的胸针，直接别在这个腰带上面，就会让我的这个腰带这里仿佛有一个就是皮带的感觉，就会显得整套会有一个点缀，没有那么的无聊。因为你整一套都是一个牛仔服的话，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太过死板，只要在中间这里加一个圆扣，就会瞬间的就能够有那种感觉了。当然像这个带子，你如果说你有同色系的一些皮带的话，你直接换成皮带也是完全 OK 的。然后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5套穿搭。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我今天在分享这支视频的时候，我是没有过多的去介绍单品本身的，因为我是觉得穿搭视频的话，我更多的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搭配的思路，或者说我自己搭配的一个小想法，它不一定是有多么的有趣，或者说多么的新颖，因为其实我觉得穿搭在就是时尚这个东西就发展了那么多年之后，其实很多东西都被玩过了嘛。但是我还是想要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思路，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就比较少的去介绍这些单品本身。但是如果说你比较感兴趣某个单品的话，就直接在我的下方的信息栏或者说评论里面去找就是那个单品的信息。如果买不到的话，我也会帮大家找到同类型的款或者说类似的款放在下面，那么你就去看就 OK 了。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购买单品之前，其实可以翻一翻自己的衣橱里面有没有类似的，然后把那些单品叠起来，然后说不定会有同样的效果，然后也会让你的一些旧的衣服或者老的衣服重见天日，让它有新的一个感觉也说不定。因为我今天其实穿的很多单品也是比较老的一些单品了，就有些是我2年前或者去年或者3年前买的单品，我就觉得重新把它们拿出来重新的搭配，其实还蛮有趣的吧，就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我今年的一个秋季的穿搭。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吧。如果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可以点击下方关注我的频道，以后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视频更新。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有 Instagram。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拜拜。